说到奢侈，在钟表界我们所可以想象的，可能是使用最昂贵的材质、最夸张的工艺，或是镶上最多最大颗的钻石。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款表，外表看起来非常的低调，但却是我们所公认今年最奢侈的表款，没有之一。这款表就是 AP Code 11.59系列大自鸣中越超问表。Q 就是我们在聊今年的各个品牌他们的表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一致公认，就是 AP 这一款大自鸣中越超问表，加上珐琅彩绘面盘这样的一个表，是我们所认为最奢侈的表款。那你可不可以再讲一下，你觉得它为什么会是最奢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说，像你刚刚讲它的名字这么长嘛，然后我们大概把球截出任何一段，你说大自鸣，你说中越，你说三问或者珐琅彩绘，它其实任一项独立出来，都已经足以称其为一只大表了。更何况它今天把这些东西全部通通堆在同一只表上头，那我觉得，其实一般表厂大概随便抓个2、3样出来，大概就让他们称霸这一年的表展了。那 AP 他们把东西全部堆上去的话，它大概很确保是不可能有人追得上它了。我在想，对啊，所以我觉得它这样很奢侈。一般收藏家他们在收藏这些大复杂功能的时候，大自鸣表几乎已经是一个最顶级的功能，已经到天花板了，已经没有比它更厉害的。那为什么大自鸣表会这么的困难，这么厉害？又或者说，大家都听过大自鸣、小自鸣、三问，这些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我们可能先厘清一下，说就是三问表跟大小自鸣之间的差别。其实我觉得说，很多就是西方钟表的一些中文名称在命名的时候，其实可能那翻译不是这么到位。可是很难得的是说，我觉得自鸣跟三问，实际上在中文翻译的翻译，我觉得非常生动，非常打中它原始功能的一些特色的一个翻法。像自鸣的话，你就知道说它其实是一个主动的动作。可是像问表的话，它是问，所以它是一个被动的动作。所以我们也知道说，像三问表的话呢，它是想去启动它，可能它侧边的滑杆可能是一个按把，你要启动它了之后呢，它才会告诉你说，被动的告诉你现在是几点几分。那可是如果说是自鸣表的话，说你不用特地去启动它，它可能到了整点的时候或到整刻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敲响，然后报出说现在是几点或现在是几刻，就是他们今天主动跟被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关于大小自鸣的定义的话，其实历来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一个最笼统的说法是说呢，比如说现在2点，它就会打2声，告诉你现在是几点。可是如果现在是2点15分的话呢，它可能除了打出现在是2点之外，还会另外打出说现在是15分或30分或45分，就3个刻钟这个样子。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完整的大自鸣的话呢，它是会打整点，也会打刻。那如果说它今天不会打刻，只会打整点的话呢，这样就算小自鸣。我觉得像问表或是自鸣表这种有声音的表，就还是要听一下，我们才会知道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那因为这边我刚好有一个，我之前去录到 AP 他们在发表超问表的时候的一个影片，那我们也可以给观众先听一下，先领略一下有关于报时表它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当时2016年的时候在 SISH 现场，就是 AP 他们发表超问表、三问超问表的时候，我现场录的，现场非常的吵，可是还可以录出这样的音量，就是这是 AP 另外一个非常厉害的工艺，等于说他们在三问报时的这个结构之外，另外再加上一个超问表的一个声音传导的结构。其实所谓的超问啊，就是 supersonary 这个字啊，其实它并不是一种问表机制，它应该正确的来说，它是一种表壳的结构，是一个声音传导的技术。对，它感觉好像是音响装置一样，对，它利用这个机制，然后里头装的任何的那种那个报时表，其实都可以把它做到声音增幅跟音量跟那个音质提会强化的一个作用，这样子。所以它可以把声音变得这么大声的原理是什么？
我用我最好理解的方式，就是说它做了2层底盖，它做2层底盖，它第一层底盖内层的底盖呢，就用来锁英皇的那一层底盖，它把底盖锁在那层英皇上，然后呢就让那层底盖就变成一个很纯粹的一个共振膜，然后呢在第2层底盖，第2层底盖才是实际接触你手腕的部分，然后第1层底盖跟第2层底盖之间呢，就垫出了一个高度来，然后旁边是挖空的，它等于就是说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呢，你既让那个英皇呢，它可以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头共鸣，然后再来呢，就是说这个自由的空间它也不会接触到你的手腕，不会有压住声音变成这样的效果。它利用这2个方式造成的表壳结构呢，让它的声音可以很自由的传出来。可问题是它敲出来的声音的话，仍然可以达到说一般我们认为可能也是怀表等级的一个声音了。对，因为据我所知 ，AP 这个技术其实是跟那个瑞士的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研究的。因为 AP 在做报时表已经有非常久的历史，等于说他们把他们已经近100年来对于报时表的所有的知识，然后再加上现代的技术，去成就了这个超问表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们做自鸣表、做问表这些东西，其实非常有历史。然后 know how 是一直都深植在这个品牌的 DNA 里头的。可进入到80年代之后，整个钟表产业复苏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想要把他们以前那种大复杂功能的一些记忆通通都拉回来。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早上说，在那个时候应该还算是刚出道的一个新人，就是现在我们大师中的大师，大家都膜拜的大师。对 ，Philip Duffer 也是，我之前讲过说我非常想要他的表，可是不可能的一位先生。那 Philip Duffer 在80年代的时候，大概算是一个刚出道的一个新星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 AP 就找来了 Philip Duffer 帮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怀表。他那时候大概是从1982年开始做的吧，然后陆陆续续就是慢慢交货，大概交了6年才交完。他在1988年才把那怀表全部做完，总共做了5只。那5只的话呢，就是大字名表。那当然就是说，其实，在80年代，就是还有一个新兴的制表师可以做得出大字名的怀表，其实已经蛮不容易的了。可是再怎么说，其实大字名在怀表上面毕竟是一个传统技艺，它并不算是一个非常开创性的东西。那说好啊，那 Philip Duffer 他就再往下走一步啊。他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就是真的就是开钟表史之先的一件事情，他把大字名的功能搬到了腕表上头。对，所以说现代大家可以在手腕上享受大字鸣、小字鸣、3问这样子的报时这么厉害的表款，其实都是 AP 从80年代、90年代所带起来的一个复杂功能的一个风潮。对，但是其实这一款表还有一个另外，其实就是我们所认为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面盘。对，因为它的面盘是邀请了目前也是我们大家都要膜拜的这个珐琅大师Anita Porsche，由他来亲手做的一个大明火晶片珐琅面盘。那这个技术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其实大家一般讲到 Anita Porsche 的时候，大家都会强调就是说它算是一个全才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讲珐琅彩绘讲下去，它好像就是一门工艺，可是这门工艺其实包含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你今天画珐琅是一种，天才珐琅是一种，掐丝珐琅又是一种。可是我个人认为说，不只是针对珐琅彩绘这一门，我觉得手表里头所有的传统工艺，我都保持了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就是你今天讲技跟艺，我觉得要达到技这一点的话，其实感觉好像有点天分，有点苦功，其实好像大家好像努力一点都可以达到。可是艺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天分的东西了。那就是变成说，你要怎样就是把这个技艺表现得有美感。像其实老一辈的人很喜欢说啊，就是像这种东西说艺术品。可是我觉得，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其实可能只有术没有艺。我真的要达到艺术的境界的话，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些是超越你一些技巧方面的东西。那我觉得 Anita Porsche 它其实就有这样子的境界。比如说以这一款来讲好了，它收集了一大批可能就是上百年的古董的金箔。它这次在做这款的时候，它就把这些古董金箔呢，就是一片一片切下来，切一片贴一片，切一片贴一片，然后慢慢的拼出这个面盘上面的一些花纹或是图样。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再上一层那个透明的珐琅，然后再烧一次，这样反复的烧出来，然后烧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很漂亮的面盘。那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它很难得的一点是说，我们常常看到的珐琅彩绘的时候，他们都会流于一些很具象的呈现，它可能是仿制一幅过去的名画，然后或者是一个瑞士的风景。那像这些东西，让技巧上面仍然非常的困难。可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可能离艺术还有一段距离。可是问题是 Anita Porsche 它做出来的东西的话，它在这里头完全是抽象的花纹，可是我觉得它做出来的时候就非常有艺术感，而且我觉得它这些东西其实蛮能够呼应说它这一次大字鸣的主题啦，因为大字鸣它就是一个声音的东西嘛，所以它上面用了很多我觉得是很有声音感的元素，比如说它上面那个小圆圈，我觉得你一个大的一个同心圆扩散之后，再加了很多小圆圈上去，就好像你声音放出去了之后，在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回响跟涟漪出来，我觉得那整个是已经
他就是很彻底的针对了这个主题，然后想出了一个非常抽象、非常有意境的一个表现方式。这个才是我觉得说 Anatta Portrait 其实它作为一个职人最难得的地方。是仿佛我们在面盘上就看到了那个报时的声音扩散出去，然后又可以听又可以看，就是声音跟视觉的双重享受。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这一次这个大字铭超问，然后又加上那个珐琅彩绘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放在 Code 1159这个表壳上，然后它是一个41 mm 一个算是一个中小尺寸的表，其实它是一个很适合戴在手腕上的一个复杂功能。对，就是 AP 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除了为 Code 1159这个系列树立一个标杆旗帜型的复杂功能表款在那边之外，它其实另外一方面，它也鼓励买了这一款手表的客人一定要把它戴在手腕上，然后每天跟着你一起生活工作。对，因为报时表，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工作的很忙碌的时候，你不经意的不知道啊，原来整点已经到，然后你的手腕上就发出叮叮叮那样子的声音，是非常非常感动的。